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凯为诚意发声遭网友围攻，删博后再发多文，语气稍显无奈。目前，由诚意、古力娜扎等人主演的《富山海》正在热播中，口碑却出现两极分化。有眼尖的观众发现，剧中出现了一些穿帮镜头，比如14集，诚意饰演的男主角萧秋水手上拿着台词本。对了，因为说的人多了，现在就 P 了一把剑上去。同样是14集，他穿的厚底洞洞鞋也入镜了，与古装风格很违和。除了穿帮问题，他的台词、演技等均引发了广泛的热议，甚至被认为是戏混子。可是，他之前明明是莲花楼沉香、如谢沉香、仲华、狐妖小红娘、王权篇等爆剧的男主角，备受好评啊！如今为何会招致如此大的质疑声？对此，不少业内人士勇敢站出来为他发声，其中就包括谭凯。今天9月21日晚上10点左右，谭凯说，演员走戏拿剧本是业内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成片出现穿帮镜头是剪辑和导演或后期导演的问题，指责演员不公平。他提到和诚意合作过，认为他是一个敬业谦虚的青年演员。他此文一出，立刻遭到了一些网友的围观，说什么的都有。目前，该博文已经被删除了。1个小时后，他再发文，文字当中带着无奈的情绪，忍不住追问那些网友是真的没点别的事干了吗？评论区里，诚意的粉丝跑来安慰他，并给他献言献策。5分钟后，他又发文，奉劝那些网友该上学上学，该上班上班，别调皮捣蛋，要不然让他们的妈妈、姥姥收拾他们。据悉，谭凯现年53岁，演过7剑下天山的烽火连城、来不及说我爱你的许建章、神话的项羽、烽火佳人的沈之沛和以生消没的霸总应辉等角色，观众缘一直很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他之前，已有多位业内人士力挺诚意，包括制片人梁婷、演员王骁、演员杨丽菁、演员贺刚、编剧李正虎、演员卢星宇等。在这些人当中，梁婷是诚意的前经纪人，王骁、杨丽菁、贺刚是他在富山海的同事，卢星宇是前同事。谭凯为诚意发声，遭遇围攻风波。最近，正在热播的古装剧《富山海》成为网络讨论的焦点。剧集由诚意、古力娜扎主演，原本因为2位主演自带热度，再加上题材偏向权谋、玄幻的设定，一度被寄予厚望。然而随着剧情播出，观众的评价却出现明显的分化，有粉丝依旧沉浸在演员的演绎与故事氛围中，但也有不少路人甚至观众批评该剧存在穿帮、节奏混乱、演技浮夸等问题。最先引爆舆论的是第14集的穿帮镜头。镜头中，诚意饰演的男主角萧秋水竟然手持台词本出现在画面里。虽然事后有网友打趣说已经被 P 成剑，但这一疏漏还是让不少观众大跌眼镜。而在同一集中，他脚上穿的厚底洞洞鞋也被捕捉到，和古装背景格格不入，这让不少人怀疑剧组的拍摄、剪辑、审片环节是否过于粗糙。穿帮只是导火索，更大的讨论集中在诚意的演技与台词表现上。有观众直言，他的台词气息不足，咬字模糊，角色的情绪表现力相较于他之前的作品显得逊色。有人甚至给他贴上了戏混子的标签，认为他只是机械地完成了角色，并没有深度投入。然而，这样的批评让不少人感到疑惑。要知道，诚意在过去几年凭借莲花楼沉香、如谢沉香、仲华、狐妖小红娘、王权篇等作品已经积累了很高的口碑，塑造了多个成功角色。特别是莲花楼中的李香怡一角，她的深情、
隐忍与洒脱打动了无数观众，一度被誉为古装美男天花板。为什么同样的演员会在《富山海》中遭遇如此激烈的质疑？谭凯的发声与山伯，在这一舆论漩涡中，资深演员谭凯站了出来。9月21日晚间10点左右，他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，直言演员在拍摄过程中走戏拿剧本，是业内再正常不过的现象。之所以会在成片中出现穿帮，责任更多应该由导演、剪辑或后期导演来承担，而不是单纯归咎于演员。他强调自己与程毅合作过，深知对方是一个谦虚、敬业、认真的青年演员，因此网友不应将矛头集中在演员身上。然而，这样的辩护并没有换来一致的理解。短时间内，谭凯的评论区涌入大量网友，有人感谢他仗义直言，也有人讽刺他是拉偏架护犊子，甚至有激烈的声音质疑：你这是在甩锅给导演后期吗？面对一波接一波的争议，谭凯最终选择删除这条博文。删博并不代表沉默。1个小时后，谭凯再次发文，这次的语气中透出明显的无奈。他质问那些不断挑刺、辱骂的网友：你们就没点别的事干嘛？语气显然带着情绪，表达了对无端指责的不满。不久后，他又发了一条新动态，劝诫这些较真的网友：该上学的上学，该上班的上班，别调皮捣蛋，不然就让你们的妈妈、姥姥收拾你们。这番略带调侃的语气，既像是在化解尴尬，又带着几分长辈对晚辈的训诫。程毅口碑的两极化与行业生态，这场舆论风波实则折射了程毅近几年事业发展的复杂境遇。作为90后演员，他的成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。早期在《诛仙青云志》中饰演配角时，并未受到太多关注。直到的《琉璃大爆》，他才真正进入公众视野。随后凭借《沉香如屑莲花楼》等剧稳固了一线小生的地位。然而，走红的同时也伴随着审视的目光。在粉丝眼中，他是低调、专注演戏的宝藏演员；在路人看来，他的表演有时存在用力过度、情绪单一的问题。此次《富山海》口碑的两极化，本质上是期待与落差的反差。观众对程毅寄予厚望，但剧集制作的粗糙、人物设定的单薄，使得演员的发挥空间受限，进而引发演技退步的质疑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，演员常常成为观众批评的第一出口。无论是剧本薄弱、制作粗糙，还是后期审片不到位，观众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主演的问题。这其实是一种归因偏差。作为剧集的门面，演员天然地承载了更多责任与争议。谭凯的立场与背后含义。谭凯为什么要为程毅发声？首先，他与程毅确实有过合作，能从专业角度感受到后者的态度与付出。他的辩护并非全然护短，而是基于行业经验的冷静判断。穿帮镜头的出现，通常是导演和后期责任更大。演员在片场即使手里拿剧本，也未必会被保留下来。若最终被放进成片，说明审查环节存在疏忽。其次，谭凯作为资深演员，年过50，演过无数经典角色，一直有硬汉实力派的口碑。在这样一个节骨眼，他选择站出来，其实也是在呼吁公众理性看待演员，避免因一时的负面情绪就全面否定一个人的职业价值。然而，舆论并不总是讲道理。部分网友并不关心专业逻辑，只是顺着情绪发泄，对任何护航的声音都持敌意态度。这就是为什么谭凯会在短短几个小时内，从仗义直言变成被围攻的局面。业内人士的力挺与连锁效应。事实上，谭凯并不是第一个站出来的业内人士。在他之前，程毅的前经纪人梁婷就公开表示，程毅是他合作过的最努力的演员之一。与程毅在《富山海》同组的王骁，
杨丽菁、贺刚也纷纷发声支持，强调他在片场的认真与专业。编剧李正虎、演员卢星宇等人也力挺他。这些力挺的声音构成了某种行业共识。程毅并不是戏混子，至少在工作态度上，他是合格甚至是优秀的演员。只不过在剧集呈现中，受到剧本质量、拍摄节奏、后期处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，导致最终效果未必尽如人意。然而，这样的共识在观众层面却未必被认可。普通观众往往更直观地感受成片效果，很少去深究幕后环节的复杂性。因此，演员一旦被质疑，很难依靠专业人士的辩护来完全扭转口碑。舆论风暴下的思考，这场风波的本质，并不是谭凯该不该发声，也不是程毅演技到底好不好，而是当下娱乐舆论环境的缩影。第一，观众对演员有着过高的期待，一旦发现瑕疵，就会迅速放大，甚至从单一问题上升为整体否定。第二，社交媒体的传播机制让情绪性言论远比理性分析更具扩散力，即便谭凯的观点有理，也很容易被淹没在嘲讽和质疑的洪流中。第三，演员在舆论链条中处于最脆弱的位置，他们是作品的门面，承担了过多责任，却无法像导演、后期那样退居幕后规避风波。从程毅的遭遇来看，《富山海》之所以引发巨大争议，不仅是因为剧中存在穿帮与制作瑕疵，更是因为公众对他这个演员寄予了太多期待。一旦落差出现，就很容易激起失望与批评。而谭凯的出声本意是专业的澄清，却在情绪化的网络环境中被解读为护航，最终不得不删博，又带着无奈的回应。对于演员而言，最重要的还是作品。口碑的恢复，最终需要依靠真正打动观众的角色与剧集来证明。对于观众而言，也需要学会理性区分演员与制作团队的责任，不要轻易将矛头指向个人。